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闲暇之域，我是阿杜。本周是摇曳露营补充盒发售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摇曳露营8层门的牌组构成。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点下订阅，也可以到 FB 的粉丝页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那么事不宜迟，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好的，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团队构筑的8层门牌组构成。这一次构筑的主要特色是让卡明有帐篷的角色下方的指示物打到3张以上，让3等可以展开。那本身极为快速的检索与连续给伤也是这一副牌的亮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0等到3等依序来说明每一个阶段我们的看法。那如果有任何的错误或看法，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交流，我们也都会虚心接受指教的。首先是0等的部分，这一次我们选择6种卡片来使用，主要的目的是让这张蓝色的大井川帐篷能够快速的上场，并且在3等之前让它下方的指示物能够打到3张。那由于这一张的效果并不会被对手指定，除非对方烧场，否则指示物应该是能够稳定的叠上去。而随着指示物的数量，也能分别获得特征应援、判 C 杀时支付代价、回收休息室以及前列应援等效果。而这个帐篷也是这个系列主打的特色之一的卡片。而这次0等的集中，我们选择的是这张等级0红色的符纸作为主要的集中。除了2效果的休息室集中之外，1效果在判出 C 叉或是自己的时候，就可以看牌顶最多2张，并且选择1张角色来获得攻击力，是相当简单有效的一个效果。这次牌组的主要战术，我们分为几个部分来进行说明。首先，牌组最重要的帐篷的指示物，我们选择了3种卡片来搭配。绿色0等的惠纳以及红色0等的林乃，1等的领都能够选择将指示物以表侧的方式放置到卡明有帐篷的角色下方，而且本身都是效益很好的功能牌，在展开上也不容易出现浪费或卡住的情况。因此开局的时候，如何让0等蓝色的帐篷上场并且填充指示物，就是这副牌组在运转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除了基本的检索去抓帐篷之外，蓝色1等的林乃的1效果在手拍上场的时候呢，也可以支付代价，将牌组的0等角色放到场上，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把帐篷拍到场上，而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给帐篷填指示物来做功课了。而这一次我们选择的联动是这张1等蓝色的领，1效果是条件加攻击力，2效果是联动，喊打的时候可以支付代价，执行2次3找1角色。本身的角色攻击力并不算非常高，但由于跑牌速度非常的快，在检索与牌组迷场面数量怪怪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本体是非常好用的一套联动。展开的情况就如同画面上所呈现的，前台使用1等的联动来进行转牌，或者是拍1等的副打手的领或0等的惠纳和林乃来给帐篷填指示物，而后列长度的情况为1张集中以及1张帐篷。帐篷的指示物累积速度越快，就能获得越多的正效果。3张指示物的情况下，能够让前台的2张联动在贴迷场面的时候能够有9000的攻击力。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帐篷的指示物并不能超过5张，不然是会自爆的。而集中的部分则可以作为解城门与手牌调整的目的，常驻放在后面运转。因此从1等开始直到进入3等之前，都是保持着1等联动转牌与帐篷叠指示物作为核心。而除此之外的功能牌由左至右，我们选择了1等的温泉领来补能量，以及洗回牌组的洗能符纸、洗牌刀、早杀刀等卡片作为配件来使用。3等副打手的部分，我们选择了2种。首先看到是这张红色等级3的签名，1效果是条件加攻击力，2效果是在手拍上场的时候可以支付代价，烧对手2点伤害，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效果。在联动之前，如果资源够的话，也能在当回合多给出几个给伤次数，没有使用联动的情况下，也能给出不错的追伤。接着是这张等级3蓝色的领，1效果是条件找出，2效果是条件加攻击力，3效果是特回，作为主要中期解场的打手或者是回收伤害区角色的目的来使用。正常的流程中，因为3等的联动能量吃的也是蛮重的，所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呢，也不会特别去下这一张。3等杀招部分，我们选择是这张蓝色等级3的领，1效果是自己场上卡明帐篷的角色下方指示物有3张以上的话，就可以获得攻击力与喊打付费烧1的效果。2效果是回血，3效果是联动，喊打的时候支付代价可以烧对手3点伤害。在非联动的情况下，帐篷功课有做完就能够烧对手；有联动的情况下，单击就可以做到最多3次的给伤。在最优的情况下，单回合可以给到9次的伤害。
而且两个烧伤的效果是分开的，并且都是喊打时的一飞一手，因此弹性是非常大的，最少也可以在单回合做出至少6次的给伤机会的常规展开，可以依照情况来决定给伤的情形，避免说魂伤过大或小的问题。而且后台有集中的情况下，还能一定程度上的做到控伤来斩杀，是一个弹性非常高且效益不错的杀招。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分享的摇曳露营8层门牌组构成。这一次主打的帐篷系统，让我们原本在想会不会忙的叠纸失误，结果造成运转上的卡住。但因为本身还不错的休息室回收与跑牌，而且这个系列有1等条件盲填能的功能牌是可以补能量的，让尾盘的能量不至于太紧绷，整体上玩起来还算是不错的。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其他的轴的部分我们是怎么想的，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说。那网络上的牌组资讯很多，也希望大家透过众多的资料与本频道中获取一些组牌的灵感。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法或建议，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与交流。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